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大叔。今天给大家带来红白机平台的动作射击游戏《古巴战士》眼保健操版。什么是眼保健操版呢？当年玩过这款游戏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当 BOSS 爆炸的时候，画面会剧烈的闪烁，而且它持续的时间很长。现在想起来大概有3-4秒。小的时候玩这款游戏，每次打完 BOSS 都会闭上眼睛或者把头转过去，这个版本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它是删掉了大部分 BOSS 爆炸的画面。这款游戏有2种情况会造成画面的闪烁，一种就是 BOSS 爆炸，另外一种是全屏的闪光雷。闪光雷应该是没有做调整，但是那种情况比较少。最主要还是解决了 BOSS 爆炸这个大头。另外，我对游戏也做出了一点点调整，主要包括3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做了一下超频，这样的话游戏会更加流畅。极大的减少了拖慢的情况，因为当年玩这款游戏以红白机的机能，它是不足以全速运行复杂的游戏场景，所以很多时候你会感觉到画面拖慢，尤其是和小伙伴配合的时候。还有就是解除了画面精灵的限制，也就是说让同屏可以显示更多的活动块，这样做可以降低屏幕闪烁的概率，增强画面的表现力。还有一点调整是我剪掉了游戏画面的绝大部分过扫描区，但是现在能够看出来，在画面的最下方还留了一小条。由于本作大部分时间咱们移动的方向都是从下到上，所以画面的过扫描区一般都集中在画面的上方和下方，这一点和横版的游戏就不大一样。大家如果对小的时候玩的双截龙2代有印象的话，就会想起来那款游戏的过扫描区大部分是集中在画面的左侧，表现就是每当卷轴移动的时候，这一条就是乱码。另外还有一点补充，就是游戏的画面我是开了高倍滤镜的，大概是4倍，这个调整就见仁见智了。有些人觉得它提升了画面的效果，但有些人觉得这样做让画面变得油腻，没有100%完全的还原当年游戏的像素感。前些年我做游戏的时候对开滤镜还有一点纠结，但是现在已经毫不犹豫了。时代毕竟不一样了。其实很多的视频的平台，我如果把红白机的原始画面传上去的话，那它大概率会提醒我，或者说它判定这个视频是低质视频，因为它的清晰度太低了。甚至我用红白机的一些截图稍微处理一下作为封面的时候，平台也会提醒我你的封面不清晰，或者是有马赛克。这个方面我实在没什么太好的办法，只好把图片再处理一下，提高一下分辨率。因为红白机的原始分辨率只有256×240，
所以只能以其他的手段进行一下优化。另外还有一个方面需要很多老玩家理解，就是画面比例的问题。很多人说原始的游戏是4:3的画面，那现在呢，我一般是采用16:9的比例来做视频的。但是我如果用4:3的画面来更新视频的话，我就需要对画面的边缘进行处理，这样导致游戏的画面占比就变少了，甚至不进行处理，干脆就留2个黑边儿。那这样平台就更不待见这些怀旧游戏的视频了。而且很多现在的平台是有手动4:3的选项的，大家如果想要看4:3画面，可以自己受累，手动点一下。说这些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虽然玩的是同一个游戏，但是现在视频所展现出来的流畅度还有画面的清晰度和咱们小的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而且我也是有点身不由己啊，还请大家理解。转眼已经到了第5关了，本关当年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因为当年玩这款游戏都是和小伙伴配合，我们2个一个套左边的，一个套右边的，但有些时候套着套着就开始抢了。其实分数这种东西没什么特别大的作用。当年玩这款游戏通关，就是靠2个人用命来堆，最好不要2个人同时 game over， 要保持有一个人在屏幕上作战，另外一个人才能顺利的接关。我估计当年玩这款游戏能够通关的小伙伴都是这种方式。这个 BOSS 更抗打一点，看起来是一个火车头。我见过这个 BOSS 其他的形态，不知道怎么触发的。车头上是有一个机枪的，你看它现在是非常温和的，发射3发子弹。但是我遇到过一次，这个 BOSS 的机枪变成了散弹，而且发射的速度很快，导致打这个 BOSS 的时候，我和小伙伴花了好多次。本关是到了城市里的巷战，巷战的关卡我记得有2个，咱们现在的第1个应该是没有 BOSS 战的。游戏整体的流程是10关，这个关卡数量在红白机上来说是比较多的了，毕竟每一关的流程也比较长。本作武器的种类不少，我现在使用的 T 就是我的最爱。很多武器上了坦克之后，形态会发生变化，最明显的就是 S 弹，感觉变得更猛了。我打第1关2个 BOSS 的时候使用的就是 S 弹。地下水路这关有很多的闪光手雷，捡了之后不要着急扔啊，感觉撑不住了，敌人数量太多了，咱们再扔。闪光手雷是全屏的攻击，而且能够破坏掉场景上的地雷。又捡到了一个。
开了超频，玩起来确实是爽。因为小的时候玩这款游戏，大部分时间画面都是拖慢的。这些地雷咱们靠近的时候，它才会显示出来。所以你如果想要打得快一点，就需要背板。游戏的流程当中，本关的 BOSS 我感觉是最为特别的，可能是需要击败一定数量的杂兵。地面的 F 是喷火枪，这个枪我不太爱用。我刚才捡了一个 N， 捡了一个 B， 不是故意的在凑单词啊，只不过是他们两个凑巧出现在那里。我小的时候玩这款游戏是在一个8合1卡带里边。那张8合1是没有选择游戏的界面的。如果你想要切换游戏的话，你需要把游戏软复位。我记得古巴战士是排第8，所以每次我如果想要玩这款游戏，就费了劲了。把卡带先插到机器上，然后开机。开完机之后，按7次软复位，这样才能切换游戏，然后才能开始玩。听着就比较麻烦，但实际上小的时候玩红白机游戏，遇到的还不只是这方面的困难。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还记得。最早玩红白机游戏的时候，你需要使用到变压器，有的地方叫稳压器。这是最早的一批接触红白机游戏的小伙伴才知道的，后来就不用了，因为后来的机器都是国产的，直接上220伏的电源就可以了。而且我最开始玩这款游戏的时候，家里还是黑白电视，14寸的。这样你分辨1P 和2P 的时候，只能通过色阶，因为两个角色都是灰色的。大概能够看出一点点区别。不仅是两个主人公，敌方的这些角色颜色我也不知道。比如说第3关打的 BOSS， 潜水艇里边会先跳出来绿色的杂兵，然后是黄色的，最后是一个红色的指挥官。但小的时候分辨他们就只能靠他们的特点，比如说绿的逃跑的时候跑得最快，黄色的是走路逃跑，红色的是最抗打的那个。本关的 BOSS 之前出现过，但是攻击方式不一样。比较安全的位置就是正上方和正下方。之前打爆了他们的战车，他们会下来把主人公轮飞，但是这次打爆就是彻底消灭了。最终关了，最终关的流程不长，但难度却是最高的。尤其是后面它的炮台发射的都是跟踪的子弹，
这关敌人数量比较多，我还是溜边儿吧。可能很多小伙伴已经看出来了，我对救人质这方面实在是不在行。好像有一大半都是我自己消灭的。刚才说这个子弹是跟踪的，我修正一下，这是半跟踪的。它只能往下飞，飞的时候会向咱们的方向进行一点修正。先把这4个炮台再清掉。打最终 BOSS 有一个原则，就是站位，你要站在它正下方偏左或者偏右一点。由于它是移动的，那这个正下方的实际选择就是它发射子弹的时候，你在它正下方的偏左或偏右就可以。小的时候觉得最终 BOSS 要打好久，但是现在感觉它的耐久度并不高。这样就已经打完了，它已经不动了。好的，通关。那好吧，这样一款红白机平台的古巴战士护眼流畅高清版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感谢大家收看，咱们下个游戏再见。